火神啊，他很有可能也要经历一次旅行才能成为神。在燃愿玛瑙的文本里面是这样写的：为了愿望而步上巡礼，为了最强之名而云聚斗争，最后为了梦在劫火中燃尽。那么我们添油加醋翻译成白话文，就是火神为了愿望踏上了旅途，在完成巡礼后，在斗争中成为最强，最后为了梦燃烧自己。有没有觉得这个流程和旅行者的故事就是套娃的关系？旅行者被剥夺了力量，然后要经过7国的巡礼，才能最后登上王座。火神是败者的余烬，经过巡礼、历练、战斗，最终登上神位。所以纳塔的章节标题是战争的规则刻写在生物体内。大家好，我是占星术士提瓦特地理。本期我们来做2个大纲性的预测，一个是关于火神的战斗设计，一个是关于纳塔的主线任务。那无论哪一个，源头呢都在现有的提瓦特生物上。你看，这是一只平平无奇的火史莱姆。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在燃烧的时候，攻击欲望非常强烈，但是可以被熄灭，熄灭了就蔫了吧唧。第二是死亡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爆炸，对周围的敌人造成最后的伤害。那关于火史莱姆的燃烧和熄灭状态呢，在文本里的描述是受到心情的影响，那么我们可以引申的理解为情绪或者说状态决定了史莱姆的战斗力。而史莱姆的设计和神的设计呢，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那么咱们火神的设计是否也会有类似的2种状态变化呢？另外，火史莱姆在熄灭以后，你用火元素去攻击它，它会马上复燃，等于说是需求给自己挂元素。那么一说到挂元素，就会想到聊聊棒。一说到给别人挂元素，在这个游戏里有这种能力的角色其实也不多。那么燃烧这个能给自己挂元素的特点，它就很有想象空间了。那么除了史莱姆，无相火也展现了状态决定战斗能力的特点。而无相火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，就是它在进攻的状态下会展现出多种生物形态。参考福福的蛮荒是召唤奶和输出，类似无相水。那火神有没有可能自己就能变成各种纳塔生物的形态，或者说是模仿这些生物的特点和能力呢？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推测，我觉得火神有利用元素附着进行状态切换的能力，有可能是提高攻击力，也有可能是改变自身的形态，当然具体的就不太好猜嘛，所以我们是大纲性的猜测嘛。然后是剧情方面的，继续参考上面的史莱姆熄灭和复燃的特性，能不能大胆的猜测火神现在还不是火神，是个普通的人，就是熄灭的状态，然后和我们一起踏遍纳塔之后才登上了神位。毕竟我们已经见过摸鱼的神、退休的神、罢工又复工的神，还见过新生的神以及死掉变成人的神。那么从人变神这个方向还没有写过，那说好了咱们是见证者，这样有趣的经历是不是可以展现一下？而且咱们未来不是也要登上王座吗？就当提早给我们一些经验和思考呢。另外呢，还有细节，这个燃愿玛瑙的3句话中的最后一句是在劫火中燃尽。劫火可以简单理解成灾难，但如果从佛教的角度去理解，劫火是坏劫末尾燃起的大火，坏劫是世界循环4个阶段中的第3个阶段，在这个阶段里，灾难频发，环境恶劣，最后世界走向灭亡。那这就和枫丹版本末尾不停铺垫的战争联系起来了。而在坏劫之后是空劫，空劫就是世界循环结束的阶段，一切都消亡了，进入到了虚无和空寂的状态。这个时候你想，这劫火烧的是谁？谁被烧了以后世界的循环终结了？那当然就是在一场关于亵渎的实验之中。所以暴论一下，最后呢可能是用火神的能力烧了世界树，然后我血清刚搭建好的命运之基，那不就来活了吗？所以总结一下剧情的大纲，很可能是旅行者陪准火神在纳塔旅行，最后准火神成为火神，然后一把火烧了世界树。当然这中间为什么要烧树，怎么烧树，是被忽悠的，还是自愿的，是自爆的，还是用神之心的能力去烧树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个大胆又抽象的猜测如何呀？当然也很有可能剧情挤牙膏，烧树要到至东，毕竟在哀绪冰域中，冰神说替我燃烧旧世界吧，也许世界树就是旧世界的象征呢。好的，那么这次的预言就到这里，你们觉得我能中多少呢？